如今北京留学路以东、前门大街以西、西珠市口大街以南、永安路以北的区域内，分布着许多明代时期就有的古老胡同。上世纪20-30年代，这里西与新市区为邻，南与繁华老天桥为伍。今天我们介绍一下其中主要的几条。药儿胡同东街前门大街与铺陈市胡同相交，西连留学路，全长400多米。药儿胡同乍一听，仿佛胡同的历史与某种强悍的猛禽有关。其实明代时此胡同叫药儿胡同，清代以后演变为药儿胡同，一直沿用至今。胡同5号是清朝末年外城巡警厅的旧址，其前身为清代督察院中城政指挥衙门。1905年12月，朝廷设立了巡警部，外城巡警厅设在药儿胡同5号。民国以后，改为京师警察厅的侦缉总队。1924年，张国焘曾被关押在这里。这里还与明镇京津地区的飞天大盗燕子李三儿有关。他每次作案后会留下一只只捡的燕子，因为兄弟间排行为3，人送绰号燕子李三儿。燕子李三儿被捉后关押在药儿胡同5号侦缉总队院中，最终患病身亡。巷内曾有凭借、福山、徽州诸会馆，现在的14号、16号为福山会馆旧址，建于清朝雍正7年，是山西福山县举子、商人来京城落脚的地方。据传烧卖老字号都一处的掌柜王瑞福，正是在鲜鱼口的店面邂逅了乾隆爷，才让自家的买卖做成了老字号。而王瑞福这个山西商人当时在京的住址就在药儿胡同口的福山会馆。药儿胡同20号是徽州驿馆，在民国初年活跃着一支极具影响力的诗社——北平射虎社。虎是灯谜的别称，射即猜的意思，用虎的难以射中，形容谜的难猜。民国时期，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，京城的遗老遗少和旅京的文人雅士组织了一些诗社、谜社，北平射虎社在此时应运而生。现在30号的速八酒店是凭借会馆的旧址，为山西省平遥、介休2县在京商人合建，当时占地颇广，建筑宏伟，曾有戏楼，今戏楼已拆除。药儿胡同清末民初住过很多社会名人，那时满清王朝刚刚解体，军阀更替，城内的治安很差。住在这条胡同，靠近警察局会更安全一些。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汪鸾祥就住在这条胡同。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中曾这样写道：补习数理化的老师叫汪鸾祥，是位博学多才的人，书画都拿得起来，水彩有彩不辍，心学样样通。汪鸾祥还是清华大学最初的教授。当初清华的校歌歌词西山苍苍，东海茫茫，无效庄严，巍然中央，就出自于汪鸾祥之手。他的儿子汪振儒就出生在药儿胡同，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林业学家。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1917年出生在这条胡同，直到1940年考入上海音专学习前，一直在这条胡同内生活。药儿胡同还是一条梨园艺人聚居的胡同，九阵风严兰秋病逝于药儿胡同21号。药儿胡同37号就是以一名玉芙蓉享誉京、津、沪等地的京剧名角童芷苓的旧居。他的弟弟童祥苓在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扮演的杨子荣，在文革期间家喻户晓。其旧居门上曾有传家有道为存后，处事无奇但率真的门帘。九湾胡同在药儿胡同北侧，明代这里因有一小庙得名，当时称般若寺胡同。清朝末年因胡同弯曲多变，改称九曲湾，民国后称九道湾。1965年更名为九湾胡同，东口与铺陈市胡同相连，西口从校尉营胡同通出，全长不过390米，
却蜿蜒曲折，千回百转，堪称北京城弯道最多的胡同。从胡同东口进入，略显宽敞，与一般胡同无异。越往西走，胡同越发窄小，胡同西端最窄处只能容一人勉强通过。从东到西，直弯有9个，而斜弯、缓弯有4个，其他细小的微弯忽略不计，共达13个弯之多。清代诗人、书法家、内阁大学士翁方刚曾在9弯胡同内居住过。据翁方刚《翁氏家世略记》记载，翁方刚于雍正11年出生，乾隆6年，翁家迁到了城南的般若寺胡同（今9弯胡同）居住。坐南朝北的3间小屋成为一家的住所，而正中的一间堂屋是翁方刚读书学习的地方。乾隆17年，翁方刚中进士，殿试改选入籍士，从此步入翰林院。翁方刚精于考据、金石、书法，是清代记理说诗论的创始人。其书法学欧体、语体，尤善隶书。在当时，翁方刚与刘墉、梁同书、王文志齐名。其主要作品有《复出斋文集》《复出斋外集》《苏斋题跋》等。出了9弯胡同西北口，就是只剩半壁江山的校尉营胡同。前些年拓宽两广大街时，校尉营胡同北侧的民房大部分不存。校尉营胡同路南的14号曾是把子卫的制作作坊。所谓把子，就是戏曲中使用的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等多种道具。而把子卫所做的把子不仅工艺精湛、坚固耐用，演员应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、如虎添翼，因此得到京城梨园界很多名角的称赞。著名武生迟月亭曾在18号居住过，我们前面曾介绍过他百顺胡同的故居。胡同西部路南44号是一座3房相连、中为广亮大门的门楼，他在此街低矮的平房群中显得气派，他就是江苏宜兴会馆。据门口介绍牌上说曾是周家梅故居，其实周家梅并没有在此居住过，所以谈不上周家梅故居。周家梅，江苏宜兴人，咸丰9年中进士，入翰林院进修3年，结业后历任礼部正六品主事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张经，相当于外交部司长等职。光绪4年，周家梅升任顺天府府尹，相当于北京市市长。周家梅在任内干了几件实事：一是设法筹集资金发展经济，二是弹劾贪官污吏，三是加强捕盗营训练，强化社会治安，
似是亲自审断大案要案，由此受到老百姓的广泛拥戴。周家梅在顺天府府尹任上，主持了光绪顺天府志的编纂工作，成为后人研究北京历史的必读书籍之一。周家梅去世后，顺天市民感其医惠，请建通州专祠，皇帝下诏允之，现在通州为他建了一座专祠。后来人们似乎感觉这样还不能表达对周的敬意，随后顺天府24州民众捐资，在北京校尉营胡同园姑子庵处建立了周家梅祠堂，这就是今天的校尉营胡同44号。在之后，周家后人将此院落捐作同乡会馆，所以自此开始有了宜兴会馆的说法。